大家好。太多了会很咸，薄薄的抹上一层就可以啦。抹好以后，再把之前切好的胡萝卜丁直接撒上来，撒的时候撒得均匀一些，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要撒到。再把葱花也撒上来，撒好以后，从一头慢慢给它折起来，折的时候稍微折得紧实一些，用手稍微压一压，这样方便后边操作。全都折好以后，再用刀给它切成小剂子，不要切得太宽，大概3厘米左右就可以啦。全都切好以后，两个给它重叠起来。全都重叠好以后，就可以做花卷啦。拿出一个剂子，像这样捏一捏，然后扯一扯，放一根筷子在中间，像这样转上一圈，然后放在案板上稍微一压，一个花卷就做好啦，层次分明，特别好看。把剩余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全都做成小花卷，全都做好以后就可以上锅醒发啦。盖上盖子，2次开始醒发。
10分钟左右，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会儿的花卷体积已经明显变大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开始蒸啦，蒸上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咱们关火，关火以后再焖5分钟，5分钟以后打开盖子，非常好吃的豆腐乳花卷就做好啦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一个比一个蓬松，而且层次特别分明。咱们在做的时候加上了一点胡萝卜丁，还有一些葱花，颜色搭配特别好看，光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，用手捏一捏特别的松软，掰开来里边层次也是特别分明，看起来就像一块蛋糕一样。这样做的花卷出锅以后全家都爱吃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，这里是百味厨娘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白菜炖豆腐。那么到底是先炒白菜还是先炖豆腐呢？今天我就把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这是今天早上9毛8买来的一颗大白菜，我们先摘下来6片白菜叶子。大白菜像这样一片一片揭下来，那么剩下的白菜才更利于保存。把白菜放入筐中，再用流动的清水，尤其是把白菜帮给它洗干净。洗好后再放入漏篮中控下水。下面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因为盐可以使豆腐变得更瓷实，不易碎。最后加入刚烧好的开水，开水可以去除豆腥味，做出来豆腐吃着不腥。再烧一锅50度左右的温水，放入1小把粉条，然后加点盐，盐可以使粉条快速泡软，还能够增加粉条的韧度，吃起来更可有弹。盖上盖子给它泡一会儿。下面把白菜帮、白菜叶子用刀给它分开，再把白菜帮用手掰开，因为用手掰出来的白菜帮由于它的切面不规则，这样更利于吸收汤汁，而且好入味。掰好后给它单独装入筐中。白菜叶子也用手给它撕开，然后准备一把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粒。做炖菜时，大蒜我们不需要切得太碎。接着再切几片老姜，一段葱花，切好装入盘中，然后加入1颗八角捏碎。做炖菜时加1颗八角也是很香的。最后再加一点花椒。取出老豆腐，中间先切开，然后再把它切成厚约1厘米的片。做白菜炖豆腐，我们用老豆腐，而且还要切得厚一点。如果切薄了，煎出来的豆腐口感就会发硬，不好吃。豆腐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入盘子里。下面把粉条处理一下，粉条给它泡到3成软的程度就行了。如果泡太软，后面粉条就吸收不了多少汤汁了，那么吃着就没有味儿了。然后再用凉水把粉条冲洗一遍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再准备1小块五花肉，做炖菜时加入1块五花肉会很香的。而且呢，还要把五花肉切厚一点。即使后面把五花肉的油煎出去了，但是吃五花肉口感也不柴，还会嫩。切好后给它放入盘中，再来调个料汁。大碗里加入3勺生抽、3勺蚝油、2勺鸡汁，一点点白醋增个风味，1小勺盐，1小勺白糖提鲜。再加入约400毫升左右的清水，最后再加一点老抽上色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方便白菜、豆腐都能够均匀的吸收到调料。平底锅中加入1勺食用油，放入豆腐，开小火慢慢煎。煎豆腐时，如果家中有不粘锅，可以用它，这样煎出来的豆腐吸油会比较少一点。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，豆腐表面煎黄就能翻面了，不需要煎太老。
太老的话发干不好吃。然后再晃动下锅子，使每块豆腐都能沾到食用油。另一面煎黄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把豆腐先放那里。炒锅中再少加一点食用油，放入五花肉片，把它一片一片的摊开，然后用小火慢慢煎。煎到出油并且表面焦黄时，加入一勺米酒去腥。米酒不仅能够去腥，而且本身还甜甜的，这样炖出来的菜会比料酒更加好吃。炒到油变得清澈透亮时，把准备好的香料倒进来，再加入一把干辣椒。如果不能吃辣，辣椒就不用剪开，这样既吃不到辣味儿，而且又香香的。炒出香味后，倒入白菜帮，转成大火，先把白菜帮炒软。炒软后下入白菜叶子，继续大火，把白菜叶子也炒软。白菜叶子炒软后，用铲子把它均匀地铺满在锅底，再把豆腐放在白菜上面，然后用筷子把豆腐也铺均匀，这样方便每块豆腐都能够入味。再把粉条放豆腐上，同样给它摊开，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后转中火，给它炖上8分钟。8分钟后拿去锅盖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给它收汁了。收汁的时候可以用锅铲推动一下菜，防止底部的白菜糊在锅底上。汤汁我们不需要收太干，收到像这样就行了，不然太干的话，粉条就容易坨在一起。然后倒在一个大盆中，撒一点葱花，这样做出来的白菜炖豆腐特别好吃。粉条不但入味，而且口感还不发硬，关键还特别的嗑又弹，有嚼劲儿，非常好吃。豆腐也是一样，非常入味，而且豆腐还不破损，非常完整，这样大块的吃起来更爽。同时白菜帮非常软烂，不但好消化，而且还不塞牙。白菜叶子也特别好吃，即使炖这么长时间，口感依然是清脆的。这样做出来的白菜炖豆腐，一天一次也吃不腻啊！喜欢的话就试试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芹菜和豆腐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2种普通食材，把它们搭配一起这样吃，做出来想不到这么好吃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颗芹菜，先把芹菜叶子摘下来，再用手把芹菜掰开，然后放在流水下，把芹菜洗干净，尤其是芹菜根部泥土比较多，要给它多洗一会儿。洗好后把芹菜先放一边，大碗中放入豆腐，先加入1勺食用盐，再加入刚烧开的开水，没过豆腐。这样操作可以使豆腐变得不易碎，还能去除豆腥味儿。下面给芹菜去筋，先在头部掰下一小段，这样就能够把背部的整个菜筋扯下来。芹菜去筋后口感才会爽脆，然后再把它切成小一点的丁，长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。芹菜切好，我们先放入盘中。下面再准备1小块前腿猪肉，先把它切成片。平时炒菜或者是做饺子馅儿，我们可以选前腿肉，因为前腿肉它的活动量比较大，相对来说肉质就比较香，也比较嫩，做出来的菜口感就会非常好。切成片后，再把它切成小一点的丁，然后把里面的筋膜给它剔出去。如果家中有牙口不好的老人和孩子吃，这个筋膜呢，我们一定要剔除干净，因为它不但没有营养，而且还咬不动，无论是用刀剁还是绞肉机都不会烂。用来做菜非常的影响口感。筋膜剔掉后，
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就手工剁馅儿，没有的话就用绞肉机绞，把它剁成有颗粒感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下面取出泡好的豆腐，给它切成宽约1厘米的条。今天我选的是比较嫩的豆腐，像处理这种比较嫩的豆腐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小案板上，或者是大一点的平盘中，这样再把它切成条，豆腐就不容易碎了。然后切成宽约1厘米的豆腐丁。下面再切点葱、姜、蒜，如果喜欢吃辣的，就加一点辣椒进来。切好，先把它放入盘中，然后凉锅倒入凉油，凉油也就是从油壶里直接倒出来的油。把锅熨开后，倒入肉末，开大火先把肉末炒一下。这样凉油凉锅炒出来的肉末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也不粘锅。炒至肉色变白，我们再炒一小会儿，炒走里面的血水，吃的时候肉末就不会腥了。然后沿着锅边加入1勺米酒去腥增香。加入米酒后再炒一小会儿，炒走腥味儿。如果没有米酒也可以用料酒，不过料酒要多炒一会儿。然后下入葱、姜、蒜和辣椒，再加1勺花椒粉去腥增香，继续翻炒，炒至血水变少，里面的油有浑浊变得透亮时，像这种状态。然后沿着锅边加入能够没过豆腐的热水，加过热水后，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加入生抽、蚝油、1小勺十三香、1小勺食用盐调味。先用铲子把调料搅拌均匀，再倒入豆腐，然后晃动锅，把豆腐都泡入汤汁里，再倒入芹菜丁，再用铲子把芹菜丁推到汤汁里。开中火炖5分钟左右。炖的时候我们不用盖锅盖，趁着这个时间准备1只小碗，加入1小勺淀粉，再加入1点清水，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汤汁变少后，再沿着锅边倒入淀粉水勾芡，然后晃动下锅子，使淀粉水流淌得更均匀，这样才会使食材都裹上汤汁，吃着才有味。最后快出锅前再加点小磨香油，并晃动下锅，把小磨香油摇晃均匀。一道香喷喷的芹菜炖豆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，这样做出来太好吃了，口味非常的清淡，一点也不油腻，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。芹菜和豆腐这样吃，两者搭配一起非常营养，一个含植物纤维，一个含植物蛋白，搭配一起好吃又营养。喜欢就点赞一下吧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豆腐别总是炒着吃了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做法。大碗里加入400克普通面粉，220毫升35度的温水里加入3克酵母，先用筷子把酵母搅拌融化。搅拌融化后，以画圈圈的方式分次少量加入到面粉里，搅拌成絮状，再下手揉面团，揉成一个光滑稍微软一点的面团，像这个样子的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等它发酵至体积2倍大。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先把它切成厚约1厘米的片，不要切太薄，也不要切太厚。再改刀切着小细条，最后切成丁。全部切好，先放到碗里。再向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我们用农家土鸡蛋会更好吃哦。先把鸡蛋搅散，
炒锅里加入食用油，然后倒入豆腐、鸡蛋液，开小火慢慢煎，煎至底部金黄时，给它翻个面。最后煎到每一粒豆腐都裹上一层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盛出来，先放到大碗里。水开后放入2朵香菇，焯下水，烫至2分钟，用漏勺捞出来，再过下凉水。然后再准备一把粉条，提前泡发，放到案板上，把它剁得碎一点。香菇不烫手时，挤干净里面的水分，再把它切成末。最后再准备一大把韭菜，把它切成末。全部切好后，和豆腐放一起，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让韭菜上面形成油膜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打入一个生鸡蛋，起着粘连和鲜美的作用。然后加入蚝油、鸡汁、1小勺13香和适量的食用盐。面团发好后，上面撒上一层干粉防粘，案板上撒上干面粉，取出面团也撒上干面粉，然后给它稍微揉上5-6下，排排气就行了。再整理成圆形，中间戳一个洞，把它拉成长条，像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再分成均匀的小面剂子，再撒上一层干面粉防粘，再把每个小面剂子按压一下，取出擀面杖，把它擀开，厚度不要擀太薄哦，大约在5毫米左右就行了。然后再把调料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后，用我们最习惯的手法把它包起来，怎么快速就怎么包。下面量杯里加入400克清水，加入4克淀粉或者是面粉都行，再加入1点食用油。这个水千万不要调太稠了，调稀一点，按照这个比例调就可以。然后平底锅里加入食用油，用刷子先刷开。做好的豆腐包不用2次发酵，直接放入平底锅里就可以了。全部放进来后，开小火，盖上盖子，先慢慢煎，煎至像这样，底部变成金黄色时，再倒入调好的淀粉水到包子的1/3处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转成中小火，再慢慢煎，煎至水分变少时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我们就可以拿去锅盖了，再稍微煎上1-2分钟，然后找一个和锅差不多大的盘子，把它扣出来，已经做好了。这样做好的豆腐水煎包，底部有着漂亮的冰花，酥酥脆脆的，咬上去非常的焦香，上面呢又非常松软，里面的馅料还非常鲜美。做早餐的话，可以把面和好，放入冰箱冷藏发酵，第2天早上调好馅儿就可以了，非常好吃。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谢谢您的观看。
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我是阿胖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您的观看。首先把草鱼两面的鱼腥线都要取出来，顺着鱼刺生长方向，把上下两面的鱼肉片下来。菜刀倾斜45度，分离鱼肉和鱼皮。把鱼肉里面的红色部分剔除掉。3斤大的草鱼只得到了200克鱼肉，放进绞肉机里面，加入姜片、葱白，打成鱼泥，再加点清水，继续搅拌。鱼泥尽量打得细腻一些。现在开始调味，加入食用盐、白胡椒粉、鸡汁，再打入2个鸡蛋清。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碗内倒入清水，加入木薯淀粉大约100克，分3次加入，搅拌融合，一定要搅拌上劲，大约搅拌20分钟，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才会更弹牙。倒入模具里面，用筷子戳几下排下空气，再轻轻震荡一下，进一步排出空气，之后盖上保鲜膜，用牙签戳几个洞。水开上锅，开大火蒸30到40分钟。蒸熟取出来放凉，放凉之后取掉底部保鲜膜，放到清水里面，先用刀切成条。放水里面有2个好处，一是刀子好切，二是泡过之后口感更劲道，最后分成小块。可以看到鱼豆腐非常有弹性。之后控水捞出。这样做的鱼豆腐可以炒着吃、炸着吃、煎着吃、烤着吃，还能吃火锅。吃不完放冰箱冷冻1年都不会坏。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试试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。今天用豆腐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孩子再也不挑食啦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对半切开，再把它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厚片。切好以后，调个料汁，碗里面加入2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1勺食盐、1勺白糖，再倒入一点清水，
把它搅拌均匀备用。这会儿我们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豆腐里面，把碗晃动一下，使每一块豆腐上都裹上一层蛋液。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以后，把豆腐和鸡蛋全都倒进去煎一下。等它慢慢凝固，凝固以后把它翻个面，继续再煎一下。煎至两面金黄的时候，把它先盛出来。锅里面剩下的油，加一小把花椒，把它炒出麻香味儿。炒出香味儿以后，把葱花倒进去爆香。爆香以后，加入一勺黄豆酱，炒出它的红油。炒出红油以后，把香菇加进来。翻炒一会儿以后，把红椒也加进来，将它们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以后，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。再把煎好的豆腐也加进来，将豆腐翻炒入味，收一下汤汁。汤汁快收干的时候，加入1碗水淀粉。最后把葱段加进来，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以后，把它盛进盘子里边。豆腐经过煎制以后，表皮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，里面的口感也是非常的鲜嫩爽滑，香菇也是吸足了汤汁，特别的入味儿。豆腐这样做好吃又下饭，做法也简单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！